你要去哪里呀？哎呀，干嘛关电视？电视这么无聊，你都看到睡着了。哇！阿妈，去鸡蛋嫂家打牌啦，好吗？我今天有点不舒服，胸口闷闷的，我想去睡一下。阿妈，什么事？阿妈，我要出门。哎呀，好心你啦，去找一份工作，整天伸手跟阿妈要钱，阿妈的棺材本都要给你拿光啦。阿妈，我知道你最疼我了，我一定会找到工作，然后我赚了钱就还你。来，这么少啊？不要就算了。哟，谢谢阿妈。拜拜。哎，早点回来啊！好，知道了。哎，文松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拿了多少？你看，这点钱有屁用啊！阿妈在家嘛，我根本就没有机会拿钱啊。没钱我们怎么进货？你呀，真是没用。嘿嘿，还好我有带这个来。哎，你到底有没有被生的？哎，想想看有没有其他办法。没有办法啦，还有什么办法？办法呢，不是没有，是看你敢不敢合作。干，我的文松最讲义气了。哎，快说嘞，到底什么办法？手机拿来。嗯。喂，找谁呀？你的孙子在我们手上，拿5000块来，我们就把他放了。不然的话，你就等着收尸吧。你们不要乱来啊！不要伤害我的孙子啊！放心，我们只要钱，你拿钱来，我们就放了他。你们这些诈骗集团，你们这些骗子，想骗老人家的钱呐！上个星期我的朋友也是因为这种电话被骗了几千块。我不会这样笨笨的被你们骗的，骗子！阿妈，阿妈救我啊！文松，是你啊！你听到你孙子的声音了没有？他的名字叫许文松，穿着绿色上衣，染着金色头发。你是他的阿嬷李修平吧？他的父亲叫做许绍雄，对不对？他的姐姐叫许文倩，我说的没错吧？说的没错吧？啊！阿妈，他们打我啊！阿妈，我求求你们，千万不要伤害我的孙子！阿妈，你要救我啊！阿妈，怎么可以打死我啊！阿妈，啊！文松，他们打你哪里啊？有没有受伤啊你？他还没死，但如果你不拿钱来的话，我就不能担保他没事。你们要钱我给，你们千万不要伤害文松啊！好，一有钱什么都好商量。我去哪里找你们呢？大牌245楼下的走廊，半个小时内一定要到，千万不能告诉别人啊。
还有，不能报警，不然你的孙子就没命。听到没有？我听到了，我绝对不会去报警的。你们不要伤害文松，我一定会把钱送到你们那边去的。不够啊，怎么办呢？已经过了半个钟头了，你阿妈到底会不会来的？阿妈最疼我的啦，一定会来。哎，来了！哎，快走！钱呢？我的孙子呢？我没有看到我的孙子，我是不会把钱交给你的。真麻烦。喂，阿妈，救我啊！你们不要伤害我的孙子！那钱给你。你回家等吧，宝贝孙子很快就回来的。哎，你们一定要把我的孙子放回来啊！阿妈，啊，阿妈，你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没有了，没有。那你站在这里干什么？文松他，文松，文松他怎么了？不能说。妈，文松到底怎么了？你快说啊！发生什么事了啊？文松被绑架了。阿妈，那你给了钱之后有没有见到文松？没有，他们叫我回家等啊。现在有很多电话骗子，你会不会是被骗了？可是电话里面明明是文松的声音啊。声音是可以假扮的。可是他们知道文松的名字、我的名字，还有啊，连你和你爸爸的名字，他们都知道啊。他们知道那么多，要不要报警？哎，不行啊，他们会伤害文松的。那个人长什么样子？你没有看清楚？年轻人哦，瘦瘦的，他穿什么颜色衣服？好像是黑色外套，还有戴帽子。我到处看看。小心点啊！警察先生，哎呀，都说不要报警了，他这样会害死文松的。哎呀，阿妈，现在只有警察才能帮得到我们。哎呀，你这个扫把星，连你弟弟也想害呀！警察，警察！别跑！站住！别跑！别跑！你是个死骗子！死骗子！老太婆的钱你也要骗！把我的孙子交出来！把我的孙子交出来呀！阿妈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文松。好不容易把你保释出来，你最好别再跟那些人混在一起。好了啦，啰嗦嘞！去倒水给你。妈，只是跟你玩玩的哈。你串通别人来骗阿妈的钱，还说好玩？阿妈很好骗，是不是啊？哈？哎呦，头好痛，阿妈，真的很痛哎！哎呀，痛死我了！哎呀，哎呀，啊！真的很痛吗？当然痛了，被你打那么大力，都不知道会不会脑震荡啊！那是你活该。
我还以为你真的被绑票了，我担心的要死啊！阿妈，sorry哦。好学不学，学别人吸强力胶，机上的瘾啊，你这辈子就完了。你还说啊？还不是你带警察来？如果有案底的话，就是你们害的。你不用怕，我已经骗警察说啊，是我搞错了，你是出了意外，然后呢托朋友跟我要钱。阿妈，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？警察现在是要告我吸强力胶啊！哎，这次死了啦！法官一定判我坐牢了。真的会坐牢啊？哎呀，那怎么办呢？你问我，我问谁啊？你这个扫把星，害你弟弟坐牢，你现在开心了哈？阿妈，他偷钱又秀吸强力胶，做错事的是他。你还敢顶嘴？你阿妈，谁是你阿妈？如果你的孙子坐牢，也是你所造成的。他已经不是小孩子，做错事就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你这样纵容他，不是爱他，是害他。你放手啊，欺负阿妈！泽明，够了。阿妈就是这样，你别生她的气啊。我不是生他的气，而是在生你的气。我明明不是你的错，为什么你要逆来顺受？阿妈只是担心文松会坐牢才会这样的。你处处为你阿妈着想，辛苦的支撑一家人的生活，他把你当成扫把星。你弟弟偷钱、骗钱、不务正业，还秀吸强力胶，他当他是宝。我真的不能理解你的家庭。你当然不能理解，因为你生长在一个幸福的家。我现在已经不想去想那么多了，只希望我的家人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现在我真的很担心文松，要是他真的要坐牢的话，有了案底，将来找工作就更难了。我倒是觉得，如果让他在监狱里反省反省，把强力胶戒掉，反而是一件好事。吸强力胶会有暴力倾向，还会导致慢性中毒。如果不戒掉的话，后患无穷。对不起，我也不想你弟弟坐牢。没关系，我明白。好了，我们不要再谈这些不愉快的事了。对了，上次你不是说想调职当儿科医生，什么时候申请转到儿科部门？我也想，不过我爸要我转去心脏科，继承他的事业。我爸对我的期望那么高，如果让他知道我想专攻的是儿科，他一定会很失望的。那你的决定是什么？你会不会觉得我的选择太小儿科了？我觉得，不管是心脏科还是儿科，都能为社会做出贡献。只要照着自己的信念去做，就会做出好成绩。无论你的决定是什么，我都会支持你。谢谢你。时间过得真快，你离开我和家健已经整整1个月了。在这个月里，我们过得很辛苦，但是再苦，日子还是要过下去。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的照顾家健，让他知道没有妈咪陪在身边，Daddy也会疼他，爱他。
谢谢你来拜祭米英。华哥，你真的不打算回救护队吗？我知道你是因为美英姐的事，可是救护队少了你是一大损失，而且大家都很舍不得你，你能不能再考虑？我已经做了决定，你不用再劝我了。有一次，美英姐对我说：“如果让活着的人背着伤痛过日子，让他一辈子只记得你，那未免太自私了。真正爱一个人，你会希望他开心、幸福，其他的都不重要。爱一个人就是要他幸福、开心。美英姐的心愿就是这么简单。不管你做什么决定，美英姐都希望你能够得到幸福，好好的活下去。不只是美英姐，我们所有的同事都希望你能振作起来。回不回救护队是其次，最重要的是你活得积极，活得开心。为了你自己，也为了美英姐。你没事吧？大家没事吧？没事。请打995。是你。先生，你没事吧？我是救护员。大家都没事吧？大家都没事。你先别说话，救护车很快就会到了。不用了，我没有家人了，我走了。 没有牵挂。先生，谁来帮忙？先生。1 and 2 and 3 and 4 and 5 and 1 and 2 and 3 and 4 and 10 and 1 and 你有家人吗？有啊，你太太和一个孩子。有家人真好，你要好好珍惜。好。昂哥帅人那么好，应该不会有事吧？他刚才一直撑着，安全的把车停在一边，救全车的人。他载了我们10多年，我都没看过他发过脾气。他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，都是有什么3长2短，很可怜的。 听说你来帮陈志忠先生处理后事，你跟他非亲非故的，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他是个单身汉，身边没有亲人，我救过他2次，这也算是一种缘分吧。他最后一句话说：“没有家人，走了也没有牵挂。” 就算没有牵挂，就这样离开，心中还是会有点遗憾的。送他这一程，至少让他走得安心一点。你去忙你的吧，我还要打电话给寿板店的老板谈些事情。
谢谢你来送陈志忠一程。有我们2个人送他，他应该没有遗憾了吧？你为他做的，我想他应该会很感激的。他是一名巴士司机。出事那天，他正在工作。他也许叫不出所有乘客的名字，但那些乘客都很尊敬他，关心他。他绝对不是一个人孤零零地离开这个世界。这些人都会记得他。美英也跟他一样，虽然因公殉职，但我相信他并没有后悔。唯一遗憾的是，他没有办法看到家健长大成人，结婚生子。我和美英这一辈子就只会救人，不当救护员，我也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。你想要重回救护队？我们夫妻俩这一辈子似乎就背负着救人的使命。美英先走一步，她没有办法完成的任务，就让我继续为她完成。美英知道的话，一定会很开心的。家健跟我说，你告诉她，想念妈咪的时候，就抬头看看天空，说美英在天上看着她，她开心，美英就开心；她难过，美英就难过。我明知道这是哄小孩的话，可是每当我想念美英，都会不由自主地看着天空，望着天上的蓝天白云，心情就好像真的好很多。那天我虽然跟你说了对不起，我还欠你一句话。哪一句？谢谢你，谢谢你为家健所做的一切。早餐吃过了，下午要吃什么呢？三哥，你就饶了我吧！你不是已经吃了你老婆的爱心餐吗？我吃2餐不可以啊？谁叫你要得罪我？三哥，不要这样嘞！我都已经跟你道歉了，昂哥这也是说你，你又不去敲诈他。你再说我就吃足你1个月。三哥，你都知道我的薪水不多，我要存钱娶老婆，你就放过我吧。要我放过你也行，除非你也做一件事情给我取笑你。哈，年纪这么大了还这么幼稚。你敢说我幼稚啊？晚餐也是你的啊！sorry， 我跟你道歉，我说错话。三哥，你英明神武，有勇有谋，救人的时候临危不乱，全力以赴。你是我的偶像，你是我学习的榜样。我又说错什么？你听，好像有人在哭啊。是一个女人在哭。安迪，发生了什么事？我们可以帮你吗？我儿子不是变态的，为什么他们要这样说我的儿子？你的儿子？他因为哮喘昏倒，前天被送进来的。哦，原来是那个不男不女的原子。他不是变态的，他会变成这样，都是我的错，是我害的。安迪啊，你不要哭，慢慢说，我们会帮你的。我年轻的时候就守寡，一年做2份工，来养大我一对龙凤胎。幸好他们都很听话，也懂事，还找到不错的工作。谁知道？你别哭，慢慢说吧。谁知道2年前，我的女儿小玲生了场病，就这样走了。死的时候就只有23岁。我女儿死后，
我伤心过度，患了忧郁症，整天不吃不喝，一想到女儿，眼泪就一直流个不停。妈，你这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如果再这样下去，身体会受不了的。妈，先别看了，吃点东西吧。妈，姐已经死了，你整天看着她的照片也没有用啊。是儿死了，小林没有死，我没有死，他这么小心，不会丢下我自己走呢，不会呢，不会呢。小林，你不是小林，你是小伟。妈，我是小林，也是小伟，我们一起吃饭吧。后来，我的忧郁症慢慢好了，小伟却得了异装癖。他白天到公司上班，穿衬衫打领带，还有一个要好的女朋友。可是下了班之后，他就会戴上假发，穿上高跟鞋，打扮成女人。也许他扮女人帮了你，所以他觉得做女人比做男人更有成就感。可是我担心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受到同事的歧视。要是让他的女朋友知道的话，一定也会接受不了，跟他分手的。我已经失去了女儿，我实在不想我唯一的儿子变成不男不女，都是我害的。什么事啊？三哥，怎么办？你有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。袁先生你好，哇，看起来气色不错哦。我刚刚见到你的主治医生，他说啊，你明天就可以出院了，恭喜你。这个呢是送给你的。你救了我，我还没有好好谢谢你，怎么好意思让你破费呢？一点小意思，不用客气的。你干嘛一直这样看着我？哇，你的五官哦，真的很好看呢，怪不得你扮起女人啊，我们都认不出来。哎，你不要误会啊，我不是在取笑你。告诉你一个秘密，其实啊，我跟你一样，喜欢扮女人。哎，我没有告诉任何人，我只告诉你一个人哦，连我的同事都不知道的。嘘，你为什么？因为当我换上女装的时候，穿上高跟鞋，哇，就有一种
莫名的兴奋。尤其呢，当那些男生啊看着我的时候，哇，我的心啊跳得特别快，好像要跳出来一样。相信你有那种感觉吧？不过我不懂得化妆，你就不一样了，你化妆很好看，可不可以教教我啊？我们开始吧。OK。满意吗？换上衣服和鞋子就大功告成了。怎么样？现在我有钱有后，够 sexy 了吧？做要有做相，就像我这样。你有没有看到那些男生啊，色眯眯的目光，好像要一口把我们吞下去一样。哇，那种感觉又刺激又兴奋。这里就是我们的舞台，我们就是今晚万众瞩目的主角。来 ，Cheers！ 尼莫，娜娜，她是谁？她是我的女朋友。尼莫，真的是你啊！你怎么打扮成这个样子？你看你男不男女不女的，好恶心！娜，你听我解释，简直就是变态！我要跟你分手！娜，别碰我！我不想再看到你了，看到你就想吐。娜，你摸我，对不起啊，不好意思。哎，你摸。你是严志伟，我是大山啊，你不认得我啦？上次你晕倒的时候，我跟我同事尼莫啊送你上救伤车的，我们是救护人员啊，你忘记了？你怎么了？那也不完全是你的错啊，你不要太自责了。我想，如果我女朋友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，她一定会跟我分手的。分手就分手了，还会有人关心你的？你是不是误会了？误会什么？我家有只母老虎啊，根本不把我当老公，每天对我呼呼喝喝，当女佣使唤。如果啊，他有你一半的温柔体贴，我就满足了。你真的误会了，我不是。我第一次遇见你的时候，我就喜欢上你了。我们真的相见恨晚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就跟那只母老虎离婚。离婚？好了，这下被我抓到了吧？误会，咪咪啊，别那么用力，很痛啊。别啊，用眼睛你闭睁一点嘛，好。哎呀，老婆，你放手啊！我跟他没什么的。我看到你们手拉手，你看他，他看你的，眼睛都触电了，还说没什么，是不是要等到上床以后才叫有什么啊？你给我闭嘴啊！死狐狸精，勾引我老公！你知道什么啊？他对我很好，哪像你啊？哎，你不要乱说啦！死狐狸精，勾引我老公，老娘跟你拼了！哎呦，我，这位太太，我不是什么狐狸精，我是男人呐，你看清楚一点。我的亲，你居然是个男人，我死了算了。哎，这位太太，你误会了，
我不是同性恋，我喜欢女人，我跟你的老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。哇，你很伤人呐！你给我闭嘴啊！不男不女的你也喜欢？不管他是男是女，我就是喜欢，我受够你了，我要跟你离婚。好，离婚，我成全你们。哇！哎呦，快去追啊！快去追啊！我去追，我追到他，我跟他离婚。哦，我马上回来找你，你等我啊！哎，你一定要等我啊！我再也不要做女人了。Yes！ 哎呦，还痛啊！kiss 一下就不会喽。哎呀，这里要 kiss。哎呀，咪咪啊，刚才你踩到我的脚，真的很痛啊。哦 ，sorry 了，baby。三哥，从今天开始，我不需要请你吃午餐了哦。你呀，从现在开始啊，你不要再扮女人啦，要不然出动局里所有的救护员都不够啊。为什么不够？因为全新加坡的男人被你吓晕了喽。快走，要不然我要晕了。拜拜。我刚才扮女人有很丑咩？不会啦，很漂亮。Hello everybody, Paris, Sunny, yeah. 我们跟着办，我们。华哥，欢迎归队。华哥 ，Chicken Wing。华哥，Coffee。华哥，Cigar。别闹了，你们不用这样啦。华哥，我们经验不足，以后请华哥多多指导我们。华哥，你回来救护队，对我们来说是打了一剂强心针。哎，拍马屁的话都给你们讲完了，那我讲什么？你才拍马屁啦！你们不用说了，我知道大家都很关心我。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一起努力抢救病患的生命，义无反顾。哇，这么热闹啊！哎，有啊。哇，三哥，你转性了啊？你在说什么啊？哈哈，你一毛不拔的人，竟然会买花来欢迎华哥回来。一买啊，还买2束啊！我像是会买花的人吗？我跟你说，刚才在门口有人送花来，我帮你签收，这是你的，这是我的。哇，谁送花给你们？哎，这有一张卡，看是谁？啊，原来是他。就是那个男扮女装的袁志伟啊。谢谢你们的用心良苦，合演了一场戏来让我觉悟。我已经想通了，决定去找心理医生，医治好异装癖，做个真正的男人。他终于想通了，我们的戏也没有白演。喂，尼莫，凭良心讲，你扮女人真的好丑，不然还是做男人比较好吧？喂，那继续。还有3个。他说我什么？你老婆挺漂亮的。要好好珍惜，不要走歪了。无论如何，我和我妈妈都很感激你们，再一次的向你们说一声谢谢。你不是常说没有病患跟你说过谢谢的吗？你们知道我现在的感觉吗？只有一个字，就是爽。那你们知不知道，我也有一个字可以形容我的感受，就是丑。从今天开始啊，我再也不要扮女人了。哎，文倩，我等你很久了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，你要救救我！我被人勒索啊！勒索？为什么人家勒索你啊？你做了什么事了？你不说的话，你要我怎么帮你？是那个莉莉勾引我的，她故意把我灌醉，然后拍张照片勒索我。她勒索你多少钱了？1万块。干嘛？报警。我们报警了。这种人狮子开大口啊，不会这么容易满足的。有第1次就有第2、第3次，只有报警才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不能报啊，跟你报。
让你阿姨知道之后，她用刀砍死我，还砍死文翰呢，到时候把屋子烧掉，那我不是同归于尽吗？我早知今日何必当初？我知道错了嘛。喂，云倩，你总不能看到爸爸有难你不帮吧？我全家死光光嘞。那你要我怎么办？这么多钱，你要我去哪里找？你没有，不过你男朋友有啊。哎，爸，你能不能给我留点尊严啊？如果你敢再打泽明的主意的话，以后你的事我不管了。好了，那总之你帮我度过这个难关，你说什么就什么喽。怎么了？累了？我想休息一下。是吧？有心事？没有啊。有心事跟我说吧，我帮你分忧。我爸又惹麻烦了。他欠了赌债。他被人灌醉，和一个女人在床上的照片被拍了下来。现在对方要向他勒索1万块。报警了没有？他不敢，怕被我阿姨知道。所以他找你要钱，你答应给他钱？我哪有那么多钱？就算有钱也不能给，这是勒索案，交给警方处理才是正确的做法。开始我也是这么想，可是什么？事情一闹开，以我了解我阿姨的脾气，我真的不敢想象她会做出什么可怕的事。那你想怎么做？不知道。文松因为嗜毒被送进戒毒所，如果爸也有事的话，阿妈肯定会把所有的事都怪在我头上。你问心无愧，不用在意你阿妈怎么想。你不明白的。我是不明白，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么委屈自己，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，就因为这样你的家人才会得寸进尺，不停地犯错。做错事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受到教训，这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报警吧！我说过不能报警的，这会害到我爸的。你不能因为顾虑这个顾虑那个，就让问题恶性的循环下去啊！你帮得了他一时，帮不了他一世。现在伯父的病不是普通的伤风感冒，而是得了脑肿瘤，必须开刀。你是局外人，你当然可以说得轻松。他是我爸，我怎么忍心见死不救？你怎么办？去借高利贷？这是我自己的事，我会想办法的。1万块，如果用在正当的用途上，我可以借。就算你要借我，我也不会要的。我知道我的家人已经让你很瞧不起，我不想最后一点尊严也没有。我没有瞧不起你。你没说，不代表你不这么想。我知道我的家庭很糟糕，跟你的家庭比起来，根本是一个天一个地。但这就是我的家。我真的没有瞧不起你啊。反正我的事，我会自己想办法解决的。希望你不要插手，也不要报警。我先走了。那一年，冷冷的讲堂里面，看着你